公司例会，老板的新秘书突然把我的私密照投到了会议大屏上，他看着我，稚嫩的脸上满是得意。你长期拿公司用于商务宴请的会所包厢开私人聚会，按规定必须开除。我抬眼看了眼他所谓的证据，确实是我跟朋友在包厢聚会时拍的照片，可那包厢是我的个人资产，只是被我免费借给公司使用的。老板的新秘书黄月见我不说话，以为我是做贼心虚，笑得愈发得意。叶总监，老板多次强调公司现阶段要降本增效，你身为公司高层不以身作则，还把公司最贵的宴请会所挪为私用，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我心底只是冷笑，早听说这黄月野心极大，没想到他刚坐上老板秘书的位子，就迫不及待地想对我动手。不等我说话，他又立马假模假样地给我算起了一笔账。他说我这2年几乎每月都有一次聚会，每次占用会所的人工、耗材、场地维护等成本加起来足有5万块。眼见他还要扯什么对公司的误工费，我也懒得再听，直接问他到底想要我赔多少。会所方面的成本加上公司对你的罚款，合计300万。这个数字一出，整个会议室都安静了下来。300万，好家伙，他是真敢张嘴啊！我再也忍不了这个蠢女人了，当即转头看向了主位上的梁博，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兼老板。记得当年他创业初期，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是我毫不犹豫地帮他垫付了3个月的工资。当时他握着我的手，感动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后来公司发展起来，需要高端场地接待大客户，我二话不说就把自家新建的高端商务会所的其中一间包厢免费借给了他，让他随用随说。这2年包厢的所有维护费用、人工成本、耗材开支，可全是我自掏腰包垫上的。公司高层都知道这件事，只是没人敢在梁博面前提而已。我看向梁博，语气冰冷：梁总，你觉得黄秘书这么算合适吗？梁博听了我的话，先是清了清嗓子，随即就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叶柔，叶总监，现在证据都摆在这儿了。虽然你是公司的老员工，又是我的老同学，但是制度就是制度，公私分明，这是原则。这话听得黄月连连捂嘴偷笑，可我却是眉头紧皱。2年前我把会所借他时，他可还说我帮了他大忙，还说以后但凡是在这会所谈成的单子都会给我提成。没想到现在他嘴里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见梁博这种态度，我马上又看向会议室内的其他高层。看来梁总是忘记了一些事情，那你们总还记得吧？可我话音刚落，他们一个个都恨不得把头埋进桌子里。我开口喊了声人事部张经理和财务部小刘，他们都是借过我会所的人。张总上周给丈母娘办寿宴，小刘3天前给男朋友过生日，可全都是找我借的会所。我问他们，难道真没想起来这会所是怎么回事？可我话音刚落，小刘立马就出声反驳说我诬陷他。见他们人人如此，我的心彻底寒了。没想到在利益面前，善良是如此的一文不值。见我不再说话，梁博当即就让我把会所的会员卡交上去，以后由行政部统一管理。另外，他还特意交代黄月，让财务从这个月开始扣发我1半工资跟所有奖金，直到我还清那300万债务为止。黄月立刻谄媚附和，还建议让我在全员大会上做检讨。梁博摆了摆手，说发个全员通报批评就行。我看着他们一唱一和的样子，心里一片冰凉。我太清楚他们的心思了。黄月想踩着我上位，梁博则想顺水推舟，把我的会所彻底变成公司的资产。这2年的免费使用，竟让他们产生了我的会所就该属于他们的错觉。见他们都齐齐望着我，我也不再反驳，直接起身把会所的会员卡放在桌上。梁总，罚款我认了，通报批评也没问题，只希望这会场能真的帮到公司。梁博闻言满意的点了点头，黄月则一脸得意的抢过会员卡，还说我早点主动坦白不就好了，还非得等人举报了才老实。对这话我只笑笑，可心中却是暗道：梁博、黄月，我会让你们知道，你们今天攥在手里的不是胜利的果实，而是一颗雷，一颗足以把公司炸得粉身碎骨的雷。从会议室出来，我人都还没到办公室，一篇洋洋洒洒足有300-400字的通报批评就被发在了公司大群。我停脚看了一眼，不禁感慨这个黄月的动作还真是快。刚要走时，身侧的工位上却突然传来员工的议论，他们说我平时看着公正大方，没想到居然会以权谋私，连公司的高端会所都敢私用，还说这要不是黄月举报，他们还真发现不了。我懒得理会这些闲言碎语，清者自清，很快他们就会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推开办公室大门，我刚坐到位置上，黄月就突然闯了进来。刚一进门，他立马就对我出言嘲讽了起来：哟，叶总监还真是心大呀，刚被罚了那么多钱，居然还有心思在这儿办公，要不说您是总监呢？我对这话充耳不闻，直接问黄月来有什么事。黄月见刺激不到我，也不再自讨没趣，告诉我让我尽快把会所里的私人物品全部清理干净。后天
老板要在会所接待重要客户，到时候要是让客户发现那里有私人痕迹，那损失就是卖了你都赔不起。说完，他也不等我答话，转身就扭着腰身扬长而去。望着他那嚣张的背影，我眼中的寒意越发浓郁。我拿起手机给我的私人律师打去了电话，电话刚接通，那边就传来了王律师恭敬无比的声音：叶总，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我也不废话，直接将事情始末原原本本的跟王律师说了一遍，最后问他，如果我要向公司追责跟索赔，需要准备些什么材料。王律师不愧是业内翘楚，马上就捋清了前因后果。他告诉我只需要准备好公司在会所的消费记录，我贴补会所的转账记录以及相关发票，剩下的事情全交给他来办就行了。听到这话，我也就放心了。我告诉王律师，他要的我都有，让他随时来取。挂断电话，我脸上逐渐露出一抹残忍笑意。既然要公私分明，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的算算总账。下午5点，眼看就快到了下班时间，我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是人事部张经理打来的。刚按下接听键，张经理的声音就传了来，语气里再没了往昔的尊敬，剩下的只有轻蔑。叶柔啊，老板说你这次违纪行为相当的严重，要暂停你的一切职务，待会儿你跟黄月做一下工作交接，就可以先回家奶孩子了。听到这个结果，我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早知道他们会来这一套，一个靠着诬陷我上位，一个靠着忘恩负义霸占我的财产，他俩还真是绝配。只可惜他们的算盘打得再响，也终会落空。电话刚挂断，黄月就一蹦三跳的跑来跟我对接客户资料，其中有个赵总，他格外重视，那是公司最大的客户，后天要在会所接待的就是他。我记得赵总这人相当讲排场，当年要不是我们能在高端会所里有自己的包厢，他根本都懒得看我们一眼，更别说有现在长期合作了。黄月不断地跟我打听着赵总的喜好，诸如喜欢喝什么茶，有什么爱好，吃饭有什么忌口之类，可最重要的项目细节上却是一个也没问。看着黄月这副模样，我心底不禁冷笑。赵总是喜欢排场，可他更看重的还是能力。让黄月这样的人去接待赵总，可以想见的，后天绝对是一出好戏。不过既然我都已经被暂停了一切职务，那这事可就跟我没关系了。跟黄月介绍完，我立马就拎着包打卡下班。只是我刚走到公司楼下，黄月就一脸坏笑的跟了上来。黄月看到我，马上就故作惊讶道：呀，叶姐，你这是就准备下班啦？这可才5点半呀！叶姐你还真是幸福，不像我，这都快下班了，还要跟老板一起去会所准备一下后天的接待事宜。黄月刚说完，一辆豪车就突然停到了我们2人跟前，车窗摇下，里面的人正是老板梁博。黄月看到梁博，马上就甜腻腻的叫了声老板。梁博点点头，示意让黄月上车。等黄月坐定，他立马就扒着窗户对我道：叶姐，难得你这几天没事，在家可得多陪孩子玩玩。黄月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忙瞪大眼睛捂住自己的嘴巴。我忘了，叶姐你这还欠着公司300万的债务呢。不过要是实在没钱，可以跟我说，我一定会借你的。说完，黄月就升上车窗，一脸得意的指挥司机开车，直到车尾消失不见。老板梁博也没有再说过一句话。看着他们逐渐远去的身影，我双手不由得攥紧，拿着我的卡，花着我的钱，用着我的会所，居然还反过来嘲讽我。好，原本我还只是想让律师找他们要回我的损失，可现在看来我还是太仁慈了。等回了家，我立马就翻出了藏在保险柜里的房产证，那是我爸爸留给我的一整栋写字楼。当年梁博创业艰难，租不起什么写字楼，是我托中介以低于市场价1半的价格，把现在这栋楼租给了他。刚好租房合同2天前就已经到期。一想到此，我立刻给房产中介打去了电话，让他们尽快帮我出租写字楼。既然他们不知感恩，还想反咬我一口，那就别怪我赶尽杀绝，让他们一无所有。2天时间一晃而过，今天一早，梁博和黄月早早的就等在了公司楼下。见到我来，他们很是诧异，可眼下赵总即将到来，他们也无暇顾及我。梁博甚至还说我来了也好，刚好我最熟悉赵总，待会儿有什么问题也能及时解决。说完，他就转头看向了黄月等人，问他们接待流程都安排好了没。黄月立马接话，说他知道赵总最讲究排场，所以他一早就租了9辆100万级豪车，后在了机场。只要赵总一下飞机，9辆豪车立马就组成一个车队，把赵总拉到公司，先带赵总在公司参观，然后一起赶去会所。梁博听了这话很是欣慰，直言他比某些人强得多。不少公司高层也是立马附和，说黄月年纪虽然小，办起事来却是一把好手，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叫起了黄总监。我看着他们几人这一片花好月好的模样，心底只是冷笑。笑吧，待会儿有你们哭的时候。几人正说笑着，
突然一阵鸣笛声在前方响了起来。梁博抬眼望去，9辆豪车人字形排开，走在最前方的车稳居 C 位，其余8辆车呈对称式拱卫两侧，场面壮观极了。梁博看着这一场面，脸都快笑开了花，直言黄月办事不错，等送走赵总，他一定给黄月发奖金。说完，梁博就带着众人一路小跑的朝着车辆迎了上去。车门打开，一名颇为富态的中年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正是赵总。梁博见了人，赶忙弯腰伸手朝他走去，可那赵总却根本就不搭理他，而是径直笑着朝我走来。哎呀，叶小姐，真是好久不见啊！上次咱可没喝尽兴，这次咱一定得不醉不归。闻言，我也伸出手，笑着跟赵总打起了招呼，可却告诉他，这次我不能招待他，因为梁博指定的接待人是黄月。一听这话，赵总的脸色瞬间就垮了下来。梁博与黄月见状，赶忙小跑上前，说我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不过黄月绝对能招呼好赵总。说着，梁博就让黄月带着赵总去参观公司，可赵总却是一摆手，说他又不是第一次来了，还参观什么，直接去会所好了。梁博哪敢反对，当即就指挥车辆让赵总上车，马上就去会所。可就在此时，梁博的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他刚一接通，里面就传来了公司员工惊恐万分的声音：大事不好了，老板，叶柔冻结了会所的会员卡，我们现在连会所大门都进不去啊！梁博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马上就一脸愤怒地看向了我。叶柔，你到底在搞什么鬼？赵总就在这儿，要是耽误了接待，影响了公司和赵总的合作，你负得起责吗？梁博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颤抖，双手叉腰，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仿佛我真的犯了滔天大罪。我站在原地，双手抱胸，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耽误合作，从他选择和黄月一起算计我的那一刻起，他就该想到有今天。我语气平静地向梁博表明，那包厢本来就是我的私人资产，之前免费借给公司使用是情分，现在不想借了是本分。我明确表示自己没有义务一直无偿提供给公司，更没有义务为他们的失误买单。我的话刚说完，公司员工就炸开了锅，一个个都对着我指指点点，说我太过自私，说公司正处于关键时期，赵总是最大的客户，得罪他公司就完了。还有人劝我，身为公司高层，不该置公司利益于不顾，觉得不过是一个包厢，没必要斤斤计较。黄月更是在梁博面前煽风，说我肯定是因为之前被通报批评，被扣工资，心里不服气，故意报复公司。梁博听到这话更恼了，他恶狠狠地威胁我，要么现在解决会所的问题，让赵总顺利去包厢接待，要么你就立马收拾东西滚蛋。听到这话，我忍不住嗤笑一声，眼神里满是不屑。我告诉梁博，他以为我还在乎被他开除吗？我直言，从他忘恩负义和黄月一起算计我的那一刻起，这个公司这个职位我就不稀罕了。我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梁博，他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可就在这时，一直站在一旁没说话的赵总突然皱起了眉头，脸色沉了下来。他上前一步，挡在了我和梁博之间。你说你要开除叶小姐？赵总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强大的气场，整个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愣住了。梁博脸上的愤怒瞬间僵住，转而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容，小心翼翼地向赵总解释，说自己只是在教训下属，耽误了赵总的时间，连连道歉。赵总冷笑一声，他告诉梁博，他今天来公司不是来看他教训下属的，而是冲着我来的。要是没有叶小姐，就你这公司也配跟我谈合作？梁博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难以置信地看着赵总，问赵总这话是什么意思？疑惑他们公司和赵总合作这么久，赵总怎么会是冲着我来的？赵总转头看向我，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和刚才对着梁博的冰冷语气判若两人。赵总回忆，那时候梁博的公司还没起色，连个像样的接待场地都没有，是我把自己的私人包厢免费借给他，还亲自陪他谈合作，帮他解决了不少难题。他坦言，这么多年一直和梁博的公司合作，全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赵总顿了顿，又转头看向脸色惨白的梁博，语气再次变得冰冷。梁博，你现在居然要开除叶小姐，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赵总放下狠话，说要是梁博敢开除我，敢为难我，他们之间的所有合作就立马终止。他还表示会告诉圈子里所有的朋友，以后谁都不准和梁博的公司合作，让他们公司彻底破产。梁博彻底慌了，他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上，连忙上前拉住赵总的手，苦苦哀求。他向赵总道歉，说自己错了，不该威胁我，不该要我的罚款，也不开除我了，还说会马上给我道歉，恳求赵总再给他一次机会。黄月也被吓得脸色发白，他也连忙上前帮着梁博哀求赵总。梁总只是一时糊涂，恳求赵总大人有大量，原谅梁总这一次，还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为难我了。可赵总却是一把甩开梁博的手，眼神里满是厌恶。
说梁博这不是一时糊涂，而是忘恩负义。他告诉梁博，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他，他却反过来算计我，这种人根本不配和他合作。赵总说完，转头看向我，语气又恢复了温和。他提议，既然这里不方便接待，就换个地方。他请我吃饭，好好聊聊。我点了点头，对着赵总笑了笑，向他表示感谢，说麻烦他了。说完，我就跟着赵总转身离开，丝毫没有回头看一眼身后苦苦哀求的梁博和黄月，还有那些刚才对我指指点点的高层。他们的嘴脸我早已看腻，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和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有任何牵扯。和赵总一起走出公司大楼，赵总让司机开车送我们去一家高端餐厅。路上，赵总一个劲地安慰我，还不停地吐槽梁博忘恩负义。我早就看出梁博是个自私自利的人，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根本不会和他合作这么久。我笑着对赵总表示感谢，告诉他其实我早就想和他们做个了断了，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赵总对我很是赏识，说我不仅有眼光，还有魄力，希望我能跟着他干。我心里很是感激，但还是委婉地拒绝了他，说我现在还不想立马投入新的工作，想先处理好和梁博公司的纠纷，好好休息一段时间。赵总也没有勉强，只是说只要我什么时候想通了，随时可以去找他，他的公司永远为我敞开大门。临走前，我想起一件事，对着赵总说有件事想请他帮忙。赵总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有什么事尽管说，只要他能帮上忙，一定尽力。我语气平静地向赵总说明，想请他在圈子里帮我传一下我被梁博公司开除的始末，还有他们算计我的事情。我解释说自己不想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人污蔑，想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到底是谁忘恩负义，是谁在背后搞小动作。赵总立马点了点头，爽快地答应下来，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他表示明天就和圈子里的朋友说说，让大家都看清梁博和他公司的真面目，也好让他们知道欺负我是要付出代价的。和赵总告别后，我坐车回了家，一路上我心情很是舒畅，压在心里的一口恶气终于出了一半。但我知道这还不够，梁博和黄月欠我的，我一定要一点一点地讨回来。而另一边，梁博在我和赵总走后彻底崩溃了，他瘫坐在地上，脸色惨白，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说一切都完了，要是赵总真的终止合作，公司就彻底破产了。黄月也慌了神，他蹲在梁博身边，手足无措地安慰他，他劝梁博别着急，也许赵总只是一时生气，等他消气了就会原谅他们了，还说他们再想想办法，一定能挽回赵总。梁博猛地推开黄月，眼神里满是愤怒和指责，质问黄月还有什么办法。他怒吼着说都是黄月的错，要不是黄月非要没事找事去诬陷我，他们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梁博指责黄月，要是没有他，赵总也不会生气，他们也不会面临合作终止的危机。黄月被梁博推得一个踉跄，眼眶瞬间红了，委屈地向梁博解释，说自己也是为了公司，也是想帮他除掉我这个隐患，让他能彻底掌控公司，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梁博怒吼着反驳黄月，让他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你明明就是想踩着叶柔上位，想取代他的位置，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梁博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好了，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没除掉我，还差点毁了公司。其他高层也纷纷围了过来，一个个都对着黄月指指点点，语气里满是指责。有人说要不是黄月，他们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有人指责黄月太自私，为了自己的利益居然不顾公司的死活。有人向梁博提议把黄月开除，说都是他惹的祸。黄月看着众人的指责，又看着愤怒的梁博，心里满是委屈和不甘，但他也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能默默承受着这一切。梁博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愤怒，对着众人说，让大家都别吵了。他表示现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挽回赵总，保住公司的合作。梁博对着黄月下令，让他立马去给我道歉，求我原谅，让我帮忙劝劝赵总，只要能挽回赵总，就不追究他的责任。黄月虽然心里不甘，但也只能点了点头，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说现在就去给我道歉。可黄月刚走出公司大楼，就接到了梁博的电话。梁博在电话里语气急促地告诉黄月，别去给我道歉了，他这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他去做。梁博说明公司现在资金紧张，那栋写字楼的租金马上就要交了，他刚才给银行经理打电话，约了对方晚上吃饭，想请银行经理帮忙放宽贷款期限，让黄月赶紧过来陪他一起去。黄月心里虽然不满，但也只能乖乖答应，转身朝着梁博说的餐厅赶去。晚上，梁博带着黄月来到一家高端餐厅，见到了银行的王经理。梁博立马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容，不停地给王经理倒酒，说着各种奉承的话。最后他向王经理说，最近资金有点紧张，写字楼的租金马上就要交了，还有几笔贷款也快到期了，麻烦王经理通融一下，给他们放宽贷款期限，等公司缓过来，一定立马还清贷款。王经理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语气平淡地告诉梁博，不是他不帮梁博，他们公司最近的情况他也有所耳闻，资金链确实很紧张。不过王经理表示，看在我的面子上，他可以考虑一下，帮他们申请放宽贷款期限。梁博一听，脸上瞬间露出了笑容，连忙向王经理道谢，还向王经理保证，等公司缓过来，一定好好感谢他。可就在这时，王经理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听了几句之后，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挂了电话，王经理猛地把酒杯摔在桌子上，愤怒地对着梁博怒吼，梁博，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真是瞎了眼，居然还想帮你。梁博
被王经理突如其来的愤怒吓了一跳，连忙询问王经理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王经理冷笑一声，眼神里满是鄙夷，反问梁博，是不是真的把我开除了，还罚我300万，甚至联合秘书诬陷我？梁博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支支吾吾的向王经理辩解，说没有这回事，都是误会。王经理怒笑道，事情都已经传遍圈子里了，还说是误会。他指责梁博，让梁博撒泡尿照照自己，说梁博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我的帮助。王经理一一列举，说当年梁博创业初期，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是我帮他垫付，公司需要高端接待场地，是我把私人包厢免费借给他，他租不起写字楼，是我以低于市场价1半的价格把写字楼租给他。王经理直言，我对梁博仁至义尽，梁博却反过来算计我，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根本不配得到别人的帮助。说完，王经理就猛地站起身来，他还表示，梁博公司之前的几笔贷款他会立马申请收回，要是他们在规定时间内还不上，就直接起诉他们公司，让他们破产。说完，王经理就头也不回地出了包厢。梁博瘫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说一切都完了，贷款要被收回，写字楼租金又要交，公司彻底要破产了。黄月看着崩溃的梁博，心里也很是慌乱，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地安慰梁博，让他别着急，说他们再想想办法，一定能渡过难关。梁博猛地抬起头，眼神里满是疯狂和愤怒，他一把抓住黄月的手，怒吼着说，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搞的鬼，要是没有叶柔，赵总不会终止合作，王经理也不会收回贷款，我们公司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梁博恶狠狠地说，他不会放过我，一定要让我付出代价。黄月被梁博的疯狂吓了一跳，连忙点了点头，附和梁博，说他们一定会报复我，一定会让我付出代价。他心里也对我充满了怨恨，觉得要是没有我，他现在已经坐上了总监的位置，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而我这边刚回到家没多久，就接到了王律师的电话。王律师告诉我，根据我提供的证据，他们可以立刻起诉梁博和他的公司，要求他们返还我会所的所有维护费用、人工成本、耗材开支，共计80万。另外，王律师表示，梁博和黄月诬陷我，给我造成了名誉损失，可以要求他们赔偿我名誉损失费50万，加起来一共是130万的索赔金额。辛苦你了，王律师，非常感谢。另外，我还有一个要求，帮我再加一条诽谤罪的起诉，证据就是黄月之前在公司大群里发的那篇通报批评，他在通报里故意诬陷我以权谋私，私用公司会所，给我的名誉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条一定要加上。好的，叶总，我现在就修改起诉材料，加上诽谤内容，明天一早就提交给法院，您放心。我向王律师表示麻烦他了，然后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后，我坐在沙发上，脸上露出了一抹冰冷的笑容。梁博、黄月，你们欠我的不仅仅是钱，还有我的名誉，我一定会让你们加倍偿还，让你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就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你快看新闻，梁博的公司出事了。朋友说，昨天晚上赵总在圈子里说了我们公司的事情，现在圈子里所有人都知道梁博忘恩负义，算计我，好多合作方都纷纷要和他终止合作，他的公司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我知道了，多谢你告诉我。挂了电话，我起身洗漱，然后打开手机翻看了一下相关的消息。果然，圈子里全是关于梁博公司的负面消息，好多合作方都发布了声明，宣布和梁博的公司终止合作，还有一些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梁博的公司瞬间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而梁博的公司里此刻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梁博坐在办公室里，脸色铁青，不停地接到合作方终止合作的电话，每接一个电话，他的脸色就难看一分。办公室里的高层们也都坐立不安，一个个都对着梁博抱怨起来。梁总，现在怎么办啊？好多合作方都要终止合作。我知道了。都怪黄月，要不是他非要诬陷叶总监，我们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赶紧把黄月开除！梁总，叶总监在圈子里的名声很好，只要他肯帮我们，一定能挽回合作方。您赶紧去求他吧。梁博听着众人的抱怨，心里满是愤怒和无奈。他知道众人说的是对的，现在只有我能帮他。也没用，只能先让他想办法挽回局面。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立马去求叶柔，让她原谅你，帮我们挽回合作方。要是你做不到，你就立马滚蛋，我还会追究你的责任，让你赔偿公司的所有损失。我现在就去，一定能让叶总监原谅我们。说完，
黄月就急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朝着我家的方向赶去。可黄月刚走出公司大楼，就看到法院的工作人员走进了公司。法院的工作人员找到梁博，拿出了起诉状，向梁博说明我已经起诉他和他的公司，要求他们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共计130万。工作人员还表示，我还起诉了黄月诽谤，请梁博和黄月在规定时间内到法院应诉。怎么会？黄月竟然敢起诉我！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上。他怎么也没想到，我居然真的起诉了他，而且索赔金额居然这么高。办公室里的高层们得知这件事后，彻底炸开了锅，一个个都惊慌失措，议论纷纷。他真起诉我们了，还要赔150万，都怪黄月，不然我们不会落到这地步。合作没了，还要被起诉没钱，公司彻底完了。梁总，快让黄月去求他撤诉啊！不然我们真要破产了。梁博看着众人的惊慌失措，心里也充满了绝望。他知道现在只有我能救他们，只有我能让他们摆脱困境。你赶紧去求叶柔，让他撤诉，让他帮我们挽回合作方，快去！黄月接到梁博的电话后，心里更加慌乱。他加快脚步，很快就赶到了我家。他按下门铃，我打开门，看到他一脸慌乱和憔悴的样子。你来干什么？叶总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不该诬陷你，不该和梁平一起算计你。会一无所有，求你帮我们这一次。就在这时，梁博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梁博看到我，立马就跪了下来，对着我苦苦哀求：我错了，不该忘恩负义，不该算计你，不该威胁你，求你原谅我，求你sau诉，求你帮我们挽回合作方。只要你肯帮我们，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把公司股份分你一半，总监位置还给你，再也不敢为难你了，你别不理我好不好？我看着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梁博和黄月，心里没有一丝同情，只有冰冷的厌恶。你们现在知道错了，已经晚了。当初你们算计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你们欠我的，我一定要一点一点的讨回来。我是不会撤诉的，也不会帮你们的。你们的公司能不能活下去，全看你们自己的造化，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梁博和黄月见我态度坚决，没有丝毫松动的意思，脸上的希望瞬间破灭了。梁博猛地从地上站起来，眼神里满是疯狂和愤怒，他对着我怒吼：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当初创业你帮我，我还以为你是真心帮我，没想到你这么狠心，你就不怕遭报应吗？黄月也停止了哭泣，眼神里满是怨恨和恶毒。可突然，黄月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嘴角不自觉的就往上扬了起来。黄月一把拉住愤怒中的梁博出了门。梁博问他到底想做什么，黄月冷冷一笑道：既然叶柔那贱女人不肯帮我们，那就别怪我们心狠。黄月说她刚毕业，长得也清纯，可以在网上散布谣言，就说自己只是按照公司规定检举揭发我以权谋私。没想到我却怀恨在心，疯狂报复他们公司，报复他。他觉得网友都喜欢同情弱者，到时候网友们一定会心疼他，一定会大肆攻击我，到时候我迫于舆论的压力，肯定会撤诉，会帮他们。梁博听了黄月的话，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点了点头，语气疯狂地表示赞同，说这是个好主意。黄月，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只要能让叶柔撤诉，能让我们摆脱困境，我一定好好奖励你。两人相视一眼，眼神里满是恶毒和算计，然后转身就走。当天下午，黄月就开启了直播，直播里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妆容精致，脸上带着委屈的泪水，看起来楚楚可怜。她对着镜头，声音哽咽：家人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刚一毕业就遭到了公司女领导的针对，现在我都快被她逼得活不下去了。黄月告诉网友，自己刚毕业没多久就来到了梁博的公司，一直很努力的工作，严格遵守公司的规定。他谎称前段时间
他发现我长期拿公司用于商务宴请的会所包厢开私人聚会，这已经违反了公司的规定，所以他就按照规定检举揭发了我。可没想到我怀恨在心，居然疯狂报复他，报复他们公司。黄月向网友们编造，说我不仅让他们公司的大客户终止了合作，还让银行收回了他们公司的贷款，甚至还起诉了他们公司，要求他们赔偿130万。他表示，现在他们公司已经乱成了一锅粥，随时都有可能破产，他也有可能失去工作。黄月对着镜头苦苦哀求，说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只是按照规定检举揭发了违规行为，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对他，这么狠心。他求网友们帮帮他，帮他讨回公道，让我停止报复他们，让我撤诉。黄月一边说一边哭，看起来无比委屈。不知情的网友们瞬间就被他的样子打动了，纷纷在评论区留言心疼黄月，大肆攻击我。有网友留言说我太恶毒了，居然这么报复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还有网友说黄秘书只是按照规定检举揭发，没有任何错，指责我太霸道，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就为所欲为。有网友呼吁大家一起抵制我，让我停止报复撤诉，还黄秘书一个公道。黄月看着评论区里的言论，脸上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的计划成功了，他觉得只要再添一把火，我就一定会迫于舆论的压力低头撤诉。直播结束后，黄月立马给我打了电话，他的语气里满是嚣张和嘲讽，询问我是不是看到网上的言论了，说现在所有人都心疼他，都在攻击我，问我是不是很生气很着急。黄月威胁我，让我识相点，赶紧撤诉，赶紧帮他们挽回合作方，不然我就继续在网上散播谣言，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真面目，会让你身败名裂，会让你在这个行业彻底混不下去。他还威胁我，让我赶紧交上欠他们公司的300万罚款，不然就带着网友们去我家堵我，让我不得安宁。黄月嘲讽我，让我还是乖乖低头，不然有我好果子吃。我听着黄月嚣张的话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语气平静地告诉他，他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低头，让我撤诉，实在太天真了。我向他说明，他在网上散布谣言，诬陷我，辱骂我，这些我都已经录下来了，也已经让我的律师取证了，我会起诉他，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黄月听了我的话，瞬间慌了神，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地反驳我，说我别吓唬他，他才不怕我，还说让我有本事就去起诉他，看我能把他怎么样。你很快就会知道我能把你怎么样了。我语气冰冷地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后，我立马联系了王律师，把黄月直播散布谣言，给我打电话威胁辱骂我的事情告诉了他。我让王律师尽快整理好相关证据，一并提交给法院。王律师立马答应下来，让我放心，说他现在就整理证据，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然后我打开手机，编辑了一条长文，我把事情的始末从梁博创业初期我帮他垫付员工工资，到我免费把会所包厢借给公司使用，再到我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把写字楼租给公司，最后到梁博和黄月诬陷我，威胁我，算计我，还有黄月在网上散布谣言的事情全部写了出来。同时我还附上了相关的证据，我帮梁博垫付员工工资的转账记录，我贴补会所维护费用、人工成本、耗材开支的转账记录和发票，我和梁博签订的写字楼租赁合同，黄月在公司大群里发的通报批评截图，黄月直播的录屏，黄月给我打电话威胁辱骂我的录音。一切准备就绪后，我把这条长文发布到了网上，包括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各大平台。我相信真相永远不会被掩盖，网友们看到这些证据后一定会明白事情的真相，舆论也一定会反转。果然，我的长文发布后很快就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网友们看完事情的始末，看完相关的证据后，瞬间炸了锅，之前攻击我的言论瞬间被反转，所有人都开始指责梁博和黄月，心疼我。有网友留言说自己居然被黄月骗了，指责黄月太恶心了，居然编造谣言诬陷我。还有网友指责梁博太忘恩负义，说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他，他居然反过来算计我，真是狼心狗肺。黄月的账号瞬间被网友们举报，很快就被平台封禁了。梁博公司的负面消息也越来越多，彻底陷入了绝境。而与此同时，我也把黄月散布谣言、诽谤我的证据提交给了警方。警方经过调查，确认了黄月和梁博的违法行为，当即就出动警力，将梁博和黄月抓获归案，以造谣诽谤罪对他们进行了拘留。几天后，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法庭上，梁博和黄月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最终黄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而梁博则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赔偿我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共计150万元。看到判决结果，梁博和黄月彻底崩溃了。赵总得知我胜诉的消息后，
特意给我打了电话，向我表示祝贺。他还再次邀请我去他的公司做运营总监，这次我没有拒绝。入职赵总的公司后，我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帮赵总的公司解决了很多难题，也赢得了赵总和同事们的认可。我的生活也终于恢复了平静，甚至比以前更加美好。偶尔我也会想起梁博和黄月，想起他们忘恩负义、自私自利的嘴脸。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因为一时的善良就原谅他们，没有因为他们的威胁就低头妥协。